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这次换了新的种族啦，也是有新单位的派系啊，就是诺斯卡。哇，标志性的大象、战象，很可怕。好，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我方这边的配兵哦。首先先看一下正面第一排，3队的掠夺者长矛。主要就是用来反大，然后还有当肉盾，负责被打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呢有一队费米尔战士，那这个就是重甲，然后还有带破甲伤害。其实为什么会带这一队，是因为钱算错了，所以最后变成带这一队。一开始其实没有要出这一队的，但是就是钱在计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猛犸战象战争神龛，看一下他的能力值，哇，而且他的士气现在高达了95，非常的高，有着80的高护甲。他主要就是反步兵，然后带破甲伤害。那这个时候。这个家伙就是在跟着前线走，然后践踏对方的步兵线，非常的可怕。然后这个是新的领主无信者塞尔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角度应该，好，反正大概外表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。那我也是骑乘了一样的大象。那这次呢，他是这个英雄，这个领主等等，这个领主他是个法师单位，他这边有提到他是一个司法者。那我们这边呢就带了这个背刺巫术，然后还有等等，这个是他的被动能力，带的法术主要是带虚弱术，然后还有这个强化能力的，就是一个弱化一个强化这样子。后排这边1、2、3掠夺者猎人，就是一个非常可怜，手非常短，射程很短的弓箭手。我只能这样讲，他那个射程距离真的是短到不行。我方阵容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非常的少，主要是因为已经出了2只大象这边还有一个新的传奇领主，就跟着传奇英雄没有提到，就是这只熊级贝奥格，他是一个反大的近战专家。等等，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实力是如何，而且仔细看一下他的这边的被动，他的技能我觉得还不错，不过这个药剂只有1次，有一点点可惜呀。不过护甲跟近战防御都有添加，算不错。而且这边还有伤害抗性再加 40%， 也就是说这2个药剂，这2个技能同时使用的时候，它在短时间内是非常的坚挺，可以在那边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被动，就是随着战斗时间，近战防御会不断的提升。就是打着，它的回避能力会不断的提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没错，又是老鼠啊！老鼠的数量真的很多，很可怕。我们看一下奴隶长毛兵，然后这边也是奴隶鼠、风暴害鼠剑盾版本。风暴害鼠长戟版本，那前面这4个单位就是很明显，主要就是用来承受伤害的，而且它的有非常强大的反大能力。第2排我们来看一下，厄运巨人，这个很可怕，这个如果步兵线没有注意到的话，他会把步兵线给碾压过去，所以要小心，要谨慎。这边也放了一队
奴隶长矛兵，那这也是负责被打的。变异火枪队又是这一个，不过好险，它这不是精英版本。但是就算是普通版本，射程也是高达275，非常的远。然后正中间就是灰先知毁灭系，那带的这些东西啊，它这个骑乘的是他们的钟，被这个钟撞到也是很痛的啊。好，这边看一下啊，像是带了这，基本上带了不少法术就对了。又是这个次元装恐技，这个被贴到也是会被打到哭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机枪兵，曾经有段时间它很辉煌、很恐怖，不过现在也是蛮好用的啊，只是以前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太强，非常强，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。然后这也是奴隶兵，然后最后看一下，他出了一只酋长。不常见，这个他是一个反大专家，这个英雄我不太常见到。哦，爱心三刃，对，这个反大能力很可怕。然后他是虽然说他的标志是这个，但是你可以把它当成长戟，可以这样子理解，有着破甲反大的单位，这个。很可怕，而且这个单位其实我记得也蛮贵的，所以他那个能力很正常。哦，鹰钩奔行鼠就是一个也是蛮讨厌的远程单位。然后最后终于看到最后了，属人东西很多，次元闪电炮普通版本，但是被打到你也会哭出来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。一刚开始就是瞄准我方的大象啊！没办法，大象那么大，要闪其实也不是很好闪，它走路速度太慢了。然后呢，等等我们会在这边这个窄口进行交战。为什么要选这个窄口呢？因为窄口，对方如果部队数量多，窄口的话，只要不要让它发挥好整个完整的包夹能力哦，那我方会很漂亮。好，这时候单体巨兽优势来了，踩，没有错，就是踩，就是尽可能的在步兵线里面穿梭。你看，他这样子踩过去的伤害很可怕。这个就是使用单体巨兽的时候那种的所谓的爽快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来回，尽可能的不断来回去踩来踩去，针对对方的步兵线去做一个强大的打击。你看这边只是一个路过而已，就已经扣掉快要将近一半的血了。然后这只大象有在被围剿，所以血量扣很快，但是不用怕，这种单位就是你要在步兵群里面不断的去来回。这边我要继续去黏住对方的变异火枪。变异火枪真的不可以让它存活太久，它很麻烦。好，这样子在大象的不断的来回的踩来踩去状况下，对方的步兵线剩下没多少东西了，非常的可怕。这边手短的弓箭手也在不断的射击哦，对方的尽可能去射击对方的部队啊。不过虽然说他手短，但是他近战能力其实也不差，坦白讲。这个诺斯卡他给我感觉就是，虽然说有远程单位，但是我觉得比起远程，他们的近战能力真的优秀很多。他们真的要不是想要出点别的东西来玩一玩，其实诺斯卡要出全近战，我觉得真的不是不行。好，这个把座我应该没闪到。漂亮，这个吹得很漂亮，有一对直接可以说是都直接吹下去就没了。好，不过对方你看撞着不小心就把对方的领主给拆掉了。
他们的近战能力其实很优异，不要小看他们。那这边就是变成还是大象的时间哦，对方的大象在开始撞我，对方的轮子开始撞我方的大象了。这真的不是个很明智的选择啊！不过呢，他也没办法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手段可以去阻止我方的大象，尤其我这只大象血量还有高达超过50%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没有说他拿风暴害鼠长戟版本来戳大象是没有错，但是你这个风暴害鼠，你这个血量来抵抗这个大象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虽然说这已经是最后不得不的方法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麻烦哦！而且我方这只大象又回归了，虽然说血量只剩500，但是500还是可以做事。他就是这样不断的踩着，基本上就结束了。打鼠人出这种单体巨兽，反步兵的单体巨兽，踩起来很有快感。踩着，他的前排就已经会崩溃，然后顺势要把对方的后排给拆掉，不能把那个远程留在太后面。鼠人他们的远程能力非常的棒，其实我很喜欢。所以单体巨兽作用就是你要从对方的步兵线里面杀出一个突破口，然后把对方的直接切到对方的弓箭手那一排，把弓箭手给踩一踩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顺便也把次元闪电炮给这种攻城非常远单位也是抓掉。刚刚画面没有带到，我是用这个费米尔战士把对方的次元闪电炮给抓掉，我是从旁边慢慢的偷渡过去。不过因为其实坦白讲，这个没有什么精彩的啦，所以我画面一直没有去带到，因为是绕了一大圈，绕了很大一圈。那这边主要就是看前线大象的功用啊，这种就是在步兵群洗澡的单体巨兽的使用，不要再把高精灵的巨龙拿去洗澡了。高精灵如果2只龙这样子洗澡，应该早就已经败逃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全部内容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赞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